嗨，各位4点工具的粉丝朋友，大家好。那现在我们来到了今年4月份的1年一度的台北的汽车零配件展这世贸举办的。那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我们同业的民佑公司的他们那个摊位。那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我们民佑公司的柯小姐来为我们介绍。OK， 来，高姐来跟大家做一下介绍。嗨，各位观众大家好。嗨，大家好。好 ，OK。那等一下柯小姐会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他们民佑公司他们所生产的商品啊。那在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跟柯小姐问一下，民佑公司已经在业界已经多久了？我们是从民国76年开始的，76年开始，现在已经有30几年的历史了。那这样算快40年的一家公司了。那你们公司是在哪边？台中哪里？太平，在太平。都一直在太平吗？对，都一直在太平。哦，那非常了不起，你们都没有迁厂的这样子的一个经验过。没有。你这表示一开始你们老板的规划就非常的好了。对。OK， 太棒了。都把厂区啊什么都规划好了。OK， 民佑公司是我们在我们业界当中，在这个前类工具是一个指标。那现在请柯小姐的问一下，你们公司除了做前类工具之外，你们还有做什么样的工具呢？我们除了前类以外呢，我们还有做一系列的绝缘工具。绝缘的意思呢，就是说当使用者他在接触这种电的环境的时候，那它是一种那种安全工具，就是避免说那个电极的问题。尤其是说我们这种钳子呢，我们都是测1万伏特，对，然后标1000伏。你不知道观众朋友有没有看到这个？来给大家看一下。好，这个就是呢，我们会在德国 VD 这一家非常有权威的一个机构去申请他们的证书。那这里会有印他们的 logo 哈，VD 的 logo， 然后双三角，然后我们会印1000伏。那实际上呢，我们是测试的时候，我们是测试这个1000伏的10倍，也就是1万伏特，因为可以保障使用者的安全。所以基本上就是皮卡丘的10万伏特的1/10来去电这一个工具，然后这电工具不会爆，然后达到绝缘的效果，对吧？对，而且是100%要测试。那现在我们有听说外面有很多假的 VD 的工具在外面流窜了，那你觉得如果要让消费者要怎么样去避免买到假货？你有什么一些推荐的方式吗？首先呢，我觉得说要请他们提供证书，因为证书上面呢就会有你们公司的一些资料，然后这个证书会有号码，其实你可以上 VD 的网站去查，它有非常详尽的一些制造商的名字，然后它在申请那些证书里面的品项，它都会一一列出来。所以这个可以保障消费者的安全。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买到一支 VD 工具，我可以先从上面的个号码，我可以去上德国的 VD 的网站去反查他们是否是有注册的。对。那如果他们有注册的话，就表示这个 VD 的号码是真的，然后这个工具是可以被相信的。对。我对它就是可以信赖，然后它是不会把我电死的。对。但是如果是假的话呢，那就表示这个东西就有可能有问题了，对不对？对。其实 VD 的测试不是只有电极的部分，因为它会有老化测试，它会有拉拔力测试，它会有一层一层的测试。像很明显的，像因为 VD 的工具，如果你是使用在高温或是很低温的国家的时候，它很容易手柄可能会脱落或是怎么样，所以我们连手柄这些都要做燃烧测试，然后低温的测试，还有一些高温的测试。像低温的测试，一般来说我们就是测试到零下25度，然后还有就是有一种很明显的这个多了一个 C 的符号就是我们会测试到零下40度。OK， 对，所以有一些东西会去测试到零下40度。对，然后一般的如果没有印 C 的话，你会测试到零下25度。OK， 所以我可以基本上我们的观众可以理解，就是有 VD 的工具，他们除了就是最重要的，除了绝缘的功能之外，他们还要能够抗高温，还要耐低温，预防这些塑胶的这些皮肤层它是脱落或者是皲裂的。对，因为只要有这些的皲裂或者是有缝隙，就有可能会产生漏电的问题。对，我们的理解是这样正确的吗？对，没错。这样观众朋友了解了吗？有一些电工，他们可能会忘记关了电，他就直接去使用他的工具，这个很容易电击到，会发生暴露风险就是了。对，会发生生命的危险哦。OK， 那这样大家对 VD 有一定的认识了，这非常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你们家有做哪些组套呢？可以我们介绍一下吗？好。这边从这边开始好了，这是我们的扭力扳手。OK， 对，绝缘的扭力扳手非常新型。对，这是手动工具哈。然后这边我们有棘轮，再来看一下。对，我们有1/2、1/4、1/8、3/4，每个尺寸都有。通常什么样的客群会想要使用这样的扳手呢？电工。
电工，只要你是在电的环境之下，这种都是算安全工具 ，OK， 会保障工人的那个生命的安全。所以我可以说现在的这些电动车、新能源车就有可能会用到这些东西咯。对，有很多 OK， 非的常好车厂也会跟我们买。如果家有特斯拉的人，记得要买一组这个哈。OK， 对，那还它除了扳手之外，还有套筒吗？套筒对，套筒也做绝缘的。对，都是绝缘的，全部哇都是绝缘皮肤的。那因为德国的电工或是意大利的电工，他们很需要用到剪刀，所以剪刀也有。对，他们会剪电缆线。所以他也会使用剪刀的部分 ，OK， 但是每个国家它使用的习惯啊，有的人可能会使用钳子，像我们台湾的话，都比较常会使用钢丝钳、尖嘴钳。那在意大利、西班牙或是德国的电工，他们有的时候要剪电线或什么，他们觉得剪刀比较方便。OK， 这是每个国家他们使用的习惯问题。OK， 对。那我们还有一系列的那个电工刀。来，带大家看一下，这是扳手类的哈。对，扳手。然后看电工刀。对，电工刀在这边，它最主要是拨电缆，或是切外面电缆的皮。以前我们拨电缆都会是用那个钳子去拨线的，拨线钳嘛，我记得叫拨线钳。拨线钳，对。那你看这个刀子设计很特别。我们来看一下哈。对，它就是一条，假设这个是电缆哈。对。那他们会在前面切一刀，因为这边有刀片嘛。大家看到了。切刀之后。这里这细的看，切刀之后，这个前端的部分呢，把它 hold 住之后，它可以这样一直拉下去，就整个电缆线它就可以拨开了。那这个用这个跟用拨线钳有什么差别呢？其实它算是蛮省力的，因为它这样一拨，它整个电线就整个都拨开，有的电缆比较大。所以大的电缆呢，他们很适合用这种刀子。所以我认为就是我可以理解为就是说，如果是一种那种比较粗的电缆，例如说像海底电缆那种粗的，就用这个来割。对，比较粗。那如果是说像那种电话线啊，那个可能就用到这种，因为我们也有做另外一种拨线钳。所以杀鸡不要用牛刀，我们就用如果那种细的线，我们就使用那个拨线钳就可以了。对，一般。它这个也是绝缘的吗？对，这个也是绝缘的。这个都是 VD 的标示。然后我们公司的话，如果是我们公司在销售的话，我们会印 Hypochlor 我们的 mark。他们民佑的商标非常可爱哦，就是一只螃蟹。对，你看这个就是我们斜口钳。对，斜口钳的标志。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品号，这个产品的品号。OK。对，非常详细。我想要再帮各位观众问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个 VD 绝缘工具里面会有分黄色、红色跟黑色、红色呢？因为刚刚我们这样子荧幕带过去的时候，看到也有黄色、红色的。因为基本上红色就是一个警告的标志，所以你看到红色这么鲜艳的颜色，你就知道说，哎，这个是非常明显的一个警示的颜色。所以一般来说，在德国他们常用的就是红、黑、红、黄。那基本上如果这个材料符合那个绝缘的效果的，你都可以在证书上，你要蓝色的也可以，你要黑色的也可以，不管哪一种颜色，你只要在你的证书上标示的非常明显。然后它又有绝缘的特性，然后你测试又可以通过，你用任何颜色都可以。那因为红、黑、红、黄是比较他们传统认知的颜色，有警告意味的颜色。对，所以我们通常都是会用这个颜色。那他们在市面上看到这个颜色，他们就觉得他们就会知道说很明显的分辨说这个可能是一个绝缘的工具。好哦 ，OK。那在我们的采访的最后一份，我还是想要回到民佑的一个本业哈。对，民佑的本业呢，根据我事前功课的做的一个了解呢，他们家本业是以做钳子起家的哈。对。钳子才是他们家的大本业，但是后面呢，就是他们有做不同的策略转型，所以他们导入到了绝缘工具。这是我自己事前做的一个功课。那我们还是来看看他们的本业了。那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目前最畅销的几个商品好吗？我们这个水管钳呢，卖得非常好啊，因为这个水管钳有什么特色呢？因为一般的传统的水管钳，对使用者如果是专业的使用者来说呢，他们就是要一直调整这个齿的那个宽度。那我们这个是按压的方式，你很明显哈，你看哦，好，放上去之后，你直接压下去，对，你就可以锁紧了，哈，这个一样。如果你要使用这个尺寸，你不需要在那边调半天，你只要按压，直接上去就锁住了。OK， 对，我可以解释为就是算是有一个快速调整的一个装置，对不对？快速调整，非常的有创意。你按压，然后这个也是另外一种。这个就是扳手钳。刚刚我有玩了一下，它是不是除了具备刚刚那样子的商品的功能之外，它还有扳手的功能，对不对？对，它可以施力比较大哈。那你看一样，它也是有一个按压的，那这里都有尺寸哈。好，看一下，让大家看一下，上面其实是有标刻度的哈。对，标尺寸哈。它知道怎么用？一样，你也是把它按压出来，这样子。小，先按压。
好，它是没有齿的哈。OK， 你有看到吗？有看到它没有齿的。对，它是没有齿的。好，这个也是可以锁紧的哈。OK。它最主要就是说一些卫浴设备，它不希望让这个齿，就是这个齿会去让那个管子受伤。那这个部分它这是平的。对，大家注意看嘛，它这也是平的，这也是平的，它比较不会咬伤管子。那我们还有一种保护套，因为我们这次展览的时候没带过来。那保护套套上去的时候，它更可以保护这个管子不要受伤。所以有一些卫浴的管子，它很怕这些齿把它咬伤，那你就可以使用这种扳手钳。对，因为很多在操作的方式也是都是一样的。很多在卫浴里面的那一些五金配件，他们很多都是用铜来做的，或者是铝来做的。对，所以跟钢铁相比起来，它的那个硬度是比较软的。对，所以说，如果我们也带有是有那个牙的这种工具上去的时候，就会容易伤到它的表面嘛。是这样子。OK， 感谢我们的明佑公司的柯小姐来为我们做了一个这样详细的一个介绍。那你们这次参加 MPA 展的感觉怎么样？生意如何呢？我觉得还不错，因为很多的国外的客人，他慢慢对绝缘的东西有所了解，所以询问度也会比较高。那当每个人都有意识到公安的问题的时候，他们就会选择绝缘的工具来保障工人的安全。那我觉得这相对的，你的安全意识提高之后，就会减少到人员伤亡。那我一直觉得说，公安是一定要在事前预防，可是事后再来做这些补救，都一个人的生命就这样消失，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那所以就是说，我希望说，任何一间公司都可以去有安全的一些知识，然后教育自己的员工，让他们的生命可以得到保障。OK， 所以我希望可以更多的人了解绝缘的这部分。OK， 那大家如果有更想要了解明佑的绝缘工具的话呢，就上他们的官网，对，可以有更多的了解哦。OK， 那我们就是明年的 MPA 再见喽。好，拜拜。